F-16 Block 70型战斗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一款多用途战斗机，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第4代战斗机之一。它的前身是 F-16 战斗机，1978年末开始服役，并销售近30个国家和地区。而 F-16 Block 70型战斗机则是基于这个战斗机平台的升级版，具有更高的作战效能和更先进的作战系统。F-16是台湾主力战机之一。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台湾各类军售项目累计694亿美元，折合21329亿新台币，其中金额最大的一次军售是80亿美元，这在过去前所未见，如此大手笔的新购案，其背后暗藏玄机。此前，台湾曾多次向美方提出购买一批 F-16CD 型战机，均未获得批准，只获得了 F-16AB 战机的升级计划，直到2011年才获得了美方时间未定的原则性同意。但是基于美中的政治关系的原因，此后一直没有下文。据说台湾每年向美方申请军购项目的时候，都会提一下这个已经获得了原则性同意的军购计划。这个僵局持续到了2019年的夏季，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批准了这笔对台军售案。军售案包括66架 F-16CD Block 70型战机以及75具 F-110发动机及相关装备与支援。至此前后在命运中沉浮的 F-16CD Block 70采购计划中获成功，预计于2026年全部完成交付。2023年1月24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宣布 F-16 Block 70在其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的工厂成功首飞，这也给台湾吃了一颗定心丸，保证其3年后有能力部署一支数量充足的现代化战斗机机队。关于这批 F-16V 的价格在网络上被夸大其词，疑读甚广，更有甚者，居然说国军花了620亿美元买了66架 F-16，等于平均 9.4 亿美元一架，这种简直是信口开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其实80亿美元购买的除了66架战机外，包含了大批的附属设备，如备用的雷达、发动机和一部分武器，这些都是价格不菲的东西，还有各种基地设备、地面设施的建设保障服务，美方对于战机的后勤保障以及技术支援等等，甚至还包括了战机运费，形成了这个总价格，因此其单机售价并不算高。新生产的 F-16CD Block 70并非如旧款 F-16AB 进行改装，而是全新生产的批次，作为 F-16 的终极改型。它有哪些优势呢？我们来看一看。F-16V 最重要的升级为 AN/APG-83 主动相位阵列雷达。APG-83 雷达的探测距离超过了150公里，可以同时探测数十个目标，并对其中威胁较大的发动攻击。该雷达与 F-35 使用的 APG-81 雷达有较大的通用性，据报道称其通用性高达 95%。此外 APG-83 雷达在探测距离、分辨率、灵敏度上与 APG-77 和 APG-81 比起来都毫不逊色。它提供了更强的态势感知、灵活性和更快的全天候定位，并为飞行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目标区域细节和数字地图显示，可以通过回转和缩放功能进行定制。F-16V 的结构使用寿命为12000小时，比以前的 F-16长约 50%，这意味着该机型可以服役到2060年左右。F-16V 采用了全新的任务计算机 MMC7000AH， 该计算机的处理速度是早期 F-16使用计算机的2倍，其内存是老型号的10倍。毕竟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计算机的处理能力必须要跟得上，否则 APG-83 雷达的性能也发挥不出来。F-16V 标配最新的 F-110G132 型航空发动机，最大推力为 143kN。虽然 F-16V 属于单发，但是具有出色机动能力，最高航速可达2马赫，最大转弯过载 9G， 已经是飞行员可以承受的重力极限。大功率发动机也使 F-16V 具有强大攻击能力，总载弹量高达 7.9 吨，与双发的 C-35 不相上下。F-16V 的雷达反射面积 RCS 从 1.5 平方米减少到 0.1 平方米，隐身性能与欧洲战斗机台风不相上下。在武器方面 ，F-16V 可以装备一系列空对空导弹，包括 AIM-9 响尾蛇、高视距红外 AIM-9X 和 AIM-120 中程导弹等。有消息说，美军甚至可能提供新型 AIM-260。F-16V 可以搭载集成
119 AGM-84 AGM-65G 反舰导弹和 AGM-65 小牛空对地战术导弹，以及宝石路激光制导炸弹、GBU-15 炸弹和风修正弹药分配器武器。执行对地攻击 F-16V 可以携带常规炸弹、激光制导炸弹、联合攻击弹药、多种空地导弹、反辐射导弹。F-16V 综合作战能力非常优秀。台湾空军的 F-16V Block 70绝对不是二手货，而是非常先进的4代半多功能战斗机。当然 F-16V 可能在超音速巡航和隐身额能力上不如5代战机，包括美国的 F-22、F-35、俄罗斯 Su-57 或者大陆最新的歼20，但是空战能力超过大陆歼10系列，对地攻击对海攻击能力不比歼16差多少。F-16V 战斗机的座舱也是一屏3下布局，即一个平视显示器，3个液晶显示器。不过 F-16V 的这3个显示器布置方式呈倒立的品字形，下面一个较大为6×8英寸，上面2个较小为4×4英寸。就 F-16V 的座舱来看，也就是目前3代半战斗机的水准和歼10B、阵风、台风没有什么区别。F-16V 是否会威胁到歼20呢？有台媒表示，台空军的 F-16V 战斗机飞行速度最快可以达到2414公里每小时，而歼20隐身战斗机的最高时速只有2126公里每小时。换言之， F-16V 战斗机不仅飞得比歼20隐身战斗机快，而且还飞得比歼20隐身战斗机远。在数量方面，歼20隐身战斗机去年就已经达到了150架，是 F-16V 的2倍之多。不过鉴于俄罗斯空军在乌克兰的表现， F-16V Block 70航电火控系统可能优于俄罗斯 Su-57 和大陆歼20。F-16V 最大的短板是作战距离，但是台湾空军现在主要任务是本土防御作战，依托地面雷达和地面防空系统，携带反舰导弹的 F-16V 对渡海作战也是很大威胁。大陆空军训练水平作战能力可能跟俄罗斯不相上下，大部分俄制武器中看不中用，而大陆现在并没有完全摆脱仿制俄罗斯战机的做法，所以大陆战机真实性能是个未知数，至少发动机这个硬伤就是个大大的问号。台湾能够从美国买来 F-16V 战斗机，但是买不到现代作战体系，依靠空军数量优势和综合火力打击能力，结果就不言自知了。不过我们希望看到两岸科学技术发展，但是不需要用于自相残杀。除了新机的采购，汉翔还成立了 F-16战机后勤维修中心，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唯一在亚洲授权设立的 F-16战机后勤维修中心。此维修中心未来30年的产值粗估约有新台币795亿元，每年将可创造600多个就业机会，创造整体产业效益高达新台币2000亿元。F-16机队不必再将战机运回美国本土维修，除了可以使机队的妥善率变得更高，也可节省维修和时间成本。根据预估，就近维修可以节省2/5以上的各种成本。F-16在其近40年的服役生涯中屡立奇功，这架世界上最成功的单发战斗机未来仍然有相当良好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台湾的 F-16机队一定会迎来那个对于任何一款武器装备来说都是最无情也是最真实的考试。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恐怕也会是诸多争论与疯狂、信仰与狂热的碰撞迎来最终结果的时刻。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谁又能预料得到呢？感谢观看，如果您喜欢本期节目，请点赞订阅我，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